在一开始的时候写下一个关键词，后面空格增加你的日期，它就会开始知道说现在是要打你的日记，丢给他你的日常零碎的小笔记跟小想法。里面有4条我的想法嘛，再透过我的一个关键指令，然后 Hey GPT 让我结束今天的日记，它就开始整理我上面的日记片段。Hello， 你好，我是雷蒙，今天想跟你分享怎么样无痛的写日记，而且是让 AI 把你日常的零碎小笔记整理成属于你自己的日记。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看画面。这个画面是我在日常的时候我就把我零碎的小笔记直接这样丢给 ChatGPT， 然后呢，在最后我只要跟他讲一个关键词，就是 Hey GPT， 让我结束今天的日记，他就把我上面所有零碎的笔记变成一个完整的日记，而且是用我的视角、我的口吻。最重要的他还帮我总结我今天的学习要点，跟我今天感谢的事情。还有，他用一个我喜欢的哲学家，把我整段日记给我一个分析，还有一个下阶段的建议。那这是怎么做到呢？我今天想要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用我平常在上直播课的方式，跟你解构了一下我当初是怎么样去写这个日记的，以及我日记的演变史。如果你想要去尝试这样子日记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在一开始的时候写日记其实让我们的每天的小进步可见。也就是如果你常常觉得我今天怎么好像过完了，好像没什么收获，或者是现在年初嘛，你可能在年底很多人在做回顾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好像别人的年怎么都过得非常的丰盛，我到底学了什么？我到底成长了什么？我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件事你常常会疑惑的话，我觉得你最好的小行动可以从现在开始累积，就是开始练习写日记。那写日记呢，一开始我们是怎么写的？从2020年的时候我是先发现说，我可以从我今天的任务出发，然后找出我今天学到什么，跟我感谢的事情。因为学的事情会让我更了解自己，我哪边有专业上的增长。那感谢的事情就是我们人还是关系的总和嘛，还是要知道自己跟身边的重要的人怎么样互动的，在彼此的帮助之下，我们才可以持续的前进，对吧？那所以我觉得我用过最好的日记格式就是我俗称叫生产力日记，也就是 TTL， 就是 Text 跟 Thank 跟 Learn， 也就是我做了什么样的任务，我学了什么，跟我所感谢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能够帮我有效的回顾这一天。只不过我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也就是我每天要去整理日记，实在太花时间了。因为我不只是要写下我每天工作上的一些小笔记，然后写完笔记的时候，我要从这些零散的笔记之中看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今天学了什么样的书？我今天跟谁出去聊了天？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再写成一个完整的笔记。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消耗我的能量，而且很容易会让我提不起劲坚持下去。所以你可以看，这是我一开始在2020年版本的 Notion 的一个模板，那里面就有我今天的任务，有我感谢的事情，有我今天的学习总结，跟一句我觉得可以帮我能量提升的话。那这是我的2020年版本，所以我需要先这样列析我零散的笔记之后，我再把它写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像刚刚你看到的 ChatGPT 的版本。后来呢 GPT 出现了之后，解决了整理的难题。那我就要特别感谢 Money XYZ 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分享了一个他当时用 ChatGPT 做日记助手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呢，我有写在我的雷蒙周报，也就是我电子报的106期。那中间呢，我就有分享说，他给我了一个很棒的启发，不是让我们去生成日记，因为我们的日记还是我们自己去过的，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经历，对吧？你怎么会让 AI 去帮你杜撰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但是你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嘛。所以 AI 最厉害的地方，其实它是助手，帮你整理打磨你的内容。Money XYZ 呢，它就很好利用 AI 这个功能，把它每天日常零散的笔记丢给 AI， 然后请它帮你整理成一个格式更好、逻辑更完整的笔记。那我在这边也有分享，我当时用它的 prompt， 就是我的 AI 的咒语，然后改善成我的方式，我是哪边改善的？那我们可以直接看我的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左边是他当时的版本，然后右边是我拿来修改的版本。主要修改了大概3个点。第一件事情就是总结日记中的关键要点。那对我来说如果你只叫 AI 总结要点，那它都会干嘛？就是出现的越多次的，就是你的总结要点。但是我认为我可能要我想要的方向。那我刚刚讲，我觉得最好日记格式其实 TTL 是做哪些任务，从中学习到了什么，以及我感谢了什么事情。所以呢，我告诉他说，请你当做我的日记助手，帮我总结我今天的学习要点跟感谢的事情。那他就特别针对我要的方向去给出我想要的项目类别。第二个改善呢，就是他是写说，你可以像一个心理学家或人生导师一样，给我鼓励或安慰、分析建议嘛。
那我觉得有时候他给出来的东西太鸡汤，或者是他给出来的心灵导师的价值观不是我很符合，我觉得他好像很没有了解我，所以我怎么办呢？我把他这个东西的心灵导师直接给他特定的人物，也就是我很喜欢的哲学家，不管是沙特、尼采、康德还是维根斯坦。最后呢，就他有一个 to do， 也就是他希望 GPT 帮我把日记整理成一个可以接续后续行动的待办清单。但我后来发现GPT 给我们的行动清单都很难用，因为我觉得它顶多帮你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格式的日记，这就是 AI 的助手嘛。但是你要让 AI 帮你下决策，帮你决定说你要做哪些任务，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把 AI 干嘛？做到它整理好日记这件事情，后续的反思还是我们要自己做。所以我再切回到 ChatGPT， 切换到这个完整日历的时候呢，你应该要有能力再拿这份完整日历更进一步的反思，我才能够更进一步的知道，哪边地方我可以做出相对应的下一步行动，对吧？好，那我们再切回来。所以有了这个 GPT 的出现了之后呢，它干嘛？它帮我降低了整理日记的摩擦力。甚至 MoneyXYZ 还提到可以用语音输入的方式，在日常在外面，你也不一定要打字，你可以直接对你的手机版的 App 的 GPT 直接说话。所以让我简单小总结一下，在这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大概有4点。第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建议很空泛，所以我重新给他一些新的人生的导师角色。第二件事情就是待办清单的功能我用不上，行动需要自己反思，所以我把这一块直接删掉了。第三个部分是因为每一次要写日记都要建立一个新的 Chat， 那就会让你在你的 ChatGPT 的这个地方的左边这一块直接充满了你2024的1月1号、2024的1月2号、2024 1月3号，让我很难去查找我之前跟 ChatGPT 的一些聊天记录，对吧？所以第4个是 GPT 更新了之后常常使用这个 Siri 的捷径，它是没有办法正确的建立新的聊天或是开启 GPT 的。对，所以后来我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在 GPT 更新到最新版本的，也就是现在有个 GPT-S， 然后加上我的 Notion 日记系统，我重新写了这个 prompt， 所以就写了一个你看到的这个 AI 生产力日记的机器人。所以任何人只要有这个连结，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我的影片资讯栏底下，你可以直接使用我打造好了这个 AI 生产力日记的机器人，直接在一开始的时候写下一个关键词，就是开始日记，后面空格增加你的日期，它就会开始知道说现在是要打你的日记，你就不用理它，开始疯狂丢给他你的日常零碎的小笔记跟小想法。你看，像现在这边有4条我的想法嘛，然后呢，再透过我的一个关键指令，我这边有用 Redcat 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文字范本，然后 Hey GPT 让我结束今天的日记。我跟他讲了之后呢，他就会收到这条指令，开始整理我上面的日记片段。那我们先让他简单的打一下，因为他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 GPT 的机器人背后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好，那这个生产力日记助手是怎么写出来呢？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一个 ChatGPT 的直播课里面有完整说明这背后的原理。你只要懂这个原理之后其实你有任何机器人都可以自己打造。在这堂课里面其实我提出了一个框架，也就是你要怎么样使用好 GPT 的一个模型叫 Trello， 就是你 Trello 的那个 Trello， 对吧？那它其实就分成几个，就是 Task、Role、Iteration、Reference 跟 Output。那透过这5个类别呢，其实你可以看我写给 GPT 的 prompts就是长这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定义角色嘛，你是我的日记助手这个很简单。第二个部分就是 task， 那这个任务执行呢，你会很好奇说，我为什么要写英文呢？因为我发现其实你用中文去写的时候 ，GPT 到最后有用英文去读，那你让它自己去做翻译，不如你把它都翻译好，它的准确度会更高。所以我虽然这边都中英文写，但是你看我最后这边只有写一句，就是 Please remember to communicate with me using 繁体中文。对，所以他在这边的时候还会知道说，你还是要使用繁体中文跟我对话，可是我故意写英文给你，让你更好理解我。那我看我这边关于中文排版的一些规定，我还是有写清楚，就是你中英文中间要有半行空格，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 task， 前面的几点其实就是叫他去干嘛？去收集我的笔记，然后整理成一个完整版的笔记，加上感谢的事跟学习要点。那最后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你的人生角色，你可以给他你喜欢的人物。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
商业或是创新圈的人，你可以写贾伯斯啊，或是 Elon Musk 啊，反正只要 GPT 大概知道他的人资料够大的话，其实这些人都会知道，或者你是自己心目中的一些 idol， 你都可以写进去。如果 GPT 有够多的资料，它就可以照这个人的价值观、这个人的口吻去给你的日记的一些人生建议的指点。这边呢，我觉得重要的其实是这两个 rules。那这两个 rules 其实就是 Money XYZ 给我的一个很棒的启发。当我在讲开始日记之后，他都不要回我，他只要回我3个井字键。那3个井字键在 ChatGPT 的界面里面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空白。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Markdown 语法，所以3个井字键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标题。那因为后面没有接任何的文字嘛，你可以看 Markdown 语法在 Notion 上也是一样，我打2个井字键，按空格，它就变成一个标题啊，对吧？标题，所以它是变成一个空白的，然后是一个标题格式，所以它就会让你它那个宽度有点宽，但是没有内容，那看起来像是空白。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当我在讲开始日记之后，任何的话你都只要回我3个米字键就好了。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讲的这一句指定命令的时候，你开始执行我上面告诉你的 task， 对吧？所以你就会让你的这个对话变得非常干净。ChatGPT 不会干嘛？因为它是对话机器人，不会因为你丢了一个笔记给他，他就丢一句给你，然后你这样你来我往，很浪费时间。然后最后面的有个 output， 就是我希望 ChatGPT 在打印或是输出这个日记的时候啊，按照我这样的格式，上面是一个完整的日记，然后这边有学习的要点，然后感谢的事情跟今日的建议总结。对，那这就是我整个 prompt 的一个设计。那你会发现，就跟我在我直播课里面教的这个 Trello 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懂了这个原则之后，基本上你有任何的需求，你就可以用 GPT 去帮你打造出来一个专属于你的机器人。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记它写的怎么样，好不好？你可以看，这边是我刚刚做完的嘛，1月3号。那今天我深入思考了教育的本质，然后我觉得很棒，就是把我的原话做一个总结摘要。然后这边有学习要点，然后真正的人才啊，品牌行销啊，然后感谢的事情，因为我今天有跟我们团队的伙伴去进一步的聊聊跟规划明年的目标跟策略，所以有一个感谢的事情，就特别感谢到团队合作。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写日记的时候啊，然后写完那些叙述性的东西的时候，很难去从中去抓到说到底我们要感谢什么东西，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因为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很难去找到中间的蛛丝马迹。这个时候呢，有个第三者的视角，把这件事情拉高一点，它可以让你发现说，我今天过的事情，其实有很多人在帮助我，其实有很多人默默的让这件事情成功了，其实有很多人默默的支持了我，才让这件事情可以得以推进。或者是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帮助我在某部分多成长了一点点。那我觉得 GPT 其实就是帮你简单的用这个好的日记的框架，给你一个方向。如果要做更好的话，其实大家要进一步去做反思，跟进一步去做出后续的行动嘛。那这边你可以看，他用一个尼采的观点，他还没有做完，我继续生成。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这是尼采讲的吗？我也是一个问号，好不好？好像是一首歌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还有一首歌，对不对？那他的今日总结，那我会怎么做呢？我等他打完了之后呢，我就一键按下这个复制，切换到我的日记工作台，也就是我 Notion 的日记系统，然后到这个1月3号在这边直接给它贴上。贴上完之后呢，这边有学习要点嘛，我就把3条选取起来，然后在这个学习总结贴上，然后回到这个感谢的事情这2条，然后在这边也把它贴上。这样我今天的日记就完成了，然后这是我的一些习惯养成啦，可以打勾根据你今天自己的状况。然后离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1周的日记看板，那他就可以看到我这1周的心情的变化啊，我今天感谢的事情啊，我今天的学习总结。所以呢，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无痛写日记。其实回头来看啊，总结来说啊，写日记的目的啊，不外乎就3个，一个就是记录生活，增加你当下的印象。然后增加当下印象之后呢，你再重新的透过 GPT 帮你整理好了这份日记，你可以进一步的去反思你的生活，去达到你的认知升级，也就是你在哪个部分的专业更前进了一步，你在哪个地方发现你不曾发现的事情，你因为哪一个人帮助到你，你感谢了他之后呢，你们关系更进一步的前进了。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写日记啊，如果透过 GPT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一个你自己的日记系统，可能像我用 Notion， 有人选用备忘录，可能用 iPhone 最新的那个日志功能，它其实能帮助你干嘛？帮你有效的查找。也就是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很多人在做2024的年度目标的时候啊，都会是看到别人做什么目标，我就定什么目标。那我觉得真正做好目标的前提是什么？你有足够了解自己过去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你发现你做起来不快乐、不喜欢、浪费很多时间，你明年要干嘛？应该要减少
排除、抵抗这些不适合你的事情。那你怎么知道哪些事情不适合你呢？你要有所记录。所以当这个记录啊是你的日记，你可以把它放在你过往的每个月、每一周、每一天去回顾的时候啊，你可以干嘛？帮助你的未来。所以你不一定是每篇日记啊都一定会回去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但它会在你真的需要去定下一阶段目标的时候啊，它是一个你很好的依据，因为那就是你当天你每一天的心情的写照，心情的真实记录。好，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你怎么样开始无痛的写日记，用好现在的 AI 的工具。但如果你没有付费升级你的 ChatGPT 的话呢，你其实现在是可以使用 Copilot， 就是你打Copilot Microsoft 点下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 Copilot 目前也是用 GPT-4 的模型。那你把我刚刚跟你教学那个 prompt 打给他，然后就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聊天，然后成为你的日记机器人。相信跟我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它背后也是用 GPT-4 的模型。所以如果你有付费 GPT Plus 的话，你可以直接用我给你的机器人去尝试。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今天这样子比较直抒式的，比较像是我平常直播课分享的方式，用一个心智图，用一个真的解构的实际案例的操作，能够让你更好的全方面的了解我是怎么写日记的，我写日记的改变的过程，以及到怎么样 step by step 把自己日记的机器人给做出来。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方式的话，你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给我，让我知道这样的方式对你有帮助。那我未来可能会排更多的时间来跟你分享一些日常的工作流。希望你喜欢，我们下次见，拜拜。